有请主持人赵川。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走进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选择幸福，选择亚菜，何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本栏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天天圈用户特权再升级，爱宝粉丝下载使用天天圈提问，就有机会在爱宝节目中得到导师的现场解答。使用微信摇歌曲参与实时互动并分享至朋友圈，就有机会获得实物大奖。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情感作家苏秦苏老师，欢迎苏老师。心理学方面的专家于继静于老师，欢迎于老师。著名演员孔琳孔老师，欢迎孔老师；爱情导师涂磊涂老师，欢迎涂老师。先来了解一下第一对嘉宾的情况。看这个小片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别人是2个人谈恋爱，我们是4个人谈恋爱，那2个人会是谁呢？让我们用掌声请出这一对，来，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张24岁，来自辽宁，自由职业；女嘉宾小郭24岁，同样来自辽宁，是一名房地产销售。有请2位。欢迎2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开箱子里的秘密吗？我愿意，愿意。小家的东西。我妈就认为她不是个过日子的女的。明白了，那你能够不听你妈的话吗？但是，那你说，如果他还是那么纠结，不是每次问他什么事，他总是拖拖拉拉，拖拖拉拉，就是这么纠结。所以说，让我现在我都不知道选择他对还是错了。我自己事我都不敢回家跟我父母说，只能委屈有自己委屈自己苦，往自己肚子咽。有那么苦吗？不是，你就看今天这事吧，买房的事儿到现在他先提完之后，他不告诉我结果。我想跟他妈之间有儿媳之间嘛，不是你没嫁过去呢啊，上杆子可不是买卖啊。我现在听明白，就是你逼着人家娶你呗，是这意思吧？没说。没说呀。他只现在死缠烂打这，如果叫我他烂打你，我没听出来啊。他缠着我。
他缠着你啊？你在因为我缠着他只是因为爱他、在乎他，我不想轻易的放弃这段感情，我才这么说的。不，这个我也听不明白了，我也搞不懂，我这人智商情商都比较低。老师们，因为我们俩是太乱套了。啊，你们俩还真不乱套，是你有点乱套了。你们问吧，我真是，我听到这样叽叽喳喳的时候，我真是稍微有点受不了。来，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你看这姑娘这张嘴那么厉害，我要是他妈的话，我也不敢娶这样的儿媳妇儿。将来要是吵架，我肯定吵不过你啊！你看，那我指定不可能跟他父母吵架。那你要是跟我儿子吵架呢？那我儿子吵不过你。如果说我们俩结婚以后，他父母不是再这样的话，我们不可能这样。你看，姑娘，你现在说话调低了，我觉得你更可爱了。所以我在想，其实你这张小嘴儿，这个厉害起来能气死人，但是要高兴起来也能哄死人。你咋就没往后面那项去发展一下呢？因为他小姨总这么调查我，真的不是忍了那么长时间，你刚才都说了这个，我真的接受不了他小姨调查你，那你想想，如果说你的单位里所有同事说，小郭真好，特贤惠，会过日子。然后特温柔，你小姨还会再去调查其他的吗？这个会不会过日子是我们俩的事儿，就是我们俩结婚在一起过日子，这个才能感觉到。你上班工作，他忽然了解你，他也不知道你会不会过日子。你看，就刚才我们这几番，小郭这姑娘吧，嘴太快，其实你们俩有点欢喜冤家的意思啊。男生，刚才你讲半天，我听了一下你们家的情况。就是老百姓有一句特别八卦的话，一般啊家里有个厉害妈妈，都会娶个厉害媳妇儿。你们两个人的感情，我们都看得出来挺热乎的哈。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现在缺乏的是技巧，就不知道该怎么一块儿去努力，把家长这关给攻克下来。比如说这个妈妈和小姨觉得她不会过日子，你有意无意的就应该向他们透露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天我们俩人出去玩了，我们看上一东西，哎，小郭说：“哎呦，这东西挺贵的，要不咱别买了。”你要是经常在你的妈妈和小姨面前表达这些，他们对这个女孩子的看法不会是这样的。为什么妈妈和小姨老觉得她花钱大手大脚？这个信息的来源是你，你们两个要讲究技巧。这个女孩子也是，以后你要是再上人家家，听长辈把话说完。如果她每次都抢我的话，我就觉得这女孩不懂礼貌。没有，我去她家的时候啊，你看一般都是她妈妈先说话，你知道吗？学会尊重对方，让对方把话说完，学会礼貌，对方会对你的印象有一个加分。但是男孩子必须要多做一点。说实话，以我的感觉，我不认为你俩感情好。你们俩在刚才吵架的时候，都容不得对方插上一句话。在这一刻看不到你俩的默契，所以呢，意味着你俩谈恋爱呢，现在还处在恋爱的早期，离结婚还很远。为什么好远？因为出了好几个问题。对。先说第一个问题，4个人谈恋爱，你们2个人还没彼此了解对方是什么样人呢，家长介入了，不管是妈妈还是小姨，不管是八卦还是不八卦，这问题始终存在了，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男方的问题，孝顺父母。很多问题要照顾家长的感受，但同时也说明家长对你的不信任。很多问题你要听他们的，你不敢拿主意，不敢对你们的感情做下一份属于自己的承诺，那么这就说明你还没有完全长大，不能独当一面。所以你现在搞定女朋友之前，先搞定你的妈妈和你的小姨，这也属于你的能力。你要证明给他看，我今天已经可以了，我处理问题，你们请放心，那么他们干预就会少了。好了，再说女孩的问题，大家都看到了，性子比较急，容易抢话，一点儿都忍不了。那你想一想，生活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美好，所以你把这份感情呢太理想化了。刚要接地气的时候就受不了了，真的结了婚了，这个问题比这还要严重的多得多呢。你们未来的路还好久呢，所以说2个人先反思反思自己应该怎么去办。然后能不能去承受一些东西，再决定是否往前走。不要否认问题，小姨是不能变的，妈妈也是不能变的，她也不是3天就能长大的。你的脾气也可能经历挫折之后，才慢慢的学会聆听。好了，我就这么多。谢谢于老师。我觉得这个女孩子其实长得也很漂亮，
但是我觉得你在处理这件事情上太着急了，我感觉太倒贴了。你给我的感觉就是我要结婚，我要搞定他爸妈，我要赶紧结婚，真的没必要。24岁那么年轻，你着什么急呢？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你可以停下来再想一想嘛，我真的是不是适合他，对不对？3个女人一台戏，那么我就想问，爸爸去哪儿了？一个阴盛阳衰的家庭养出来的一定是一个相对于无能的儿子，因为事儿全都让妈妈和小姨给操办了。我几乎可以断定，这个男生，他的生活、工作乃至于将来的家庭，都一定是由那2个女人一手操办。其实他挺直白，挺善良，挺老实，挺笨，但也挺无能。但没有办法，这是家庭造成的。也恰恰是因为阴盛阳衰的家庭，所以造成他一定会找一个和自己的小姨和母亲几乎雷同的妻子，所以才找上了你。所以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吗？这要是进了一家门，这一家5口得有多热闹？而且他是不可以找一个很善良贤惠的女人的，他愿意找我都同意。他要是找一个苏秦那样的善良温柔的话，那还不给他们家欺负死啊？当然像要你这样的势均力敌的人呢，对不对？你要知道，你在这个家庭最大的价值就是让他的妈妈和他的小姨找到强烈的存在感，是吧？问你几个问题。第一，你是爱他的，对吧？对。好。第二，他是很无能的，你知道的，对吧？而且这个无能这一点，几乎是将来10年20年都不会改变的。甚至他有了你这个强势的老婆之后，他会更无能。但是我也敢担保，他会越来越听话，对吧？找人总是有好处和缺点，正反两面的，对不对？这2点你都承认吧？第三，他的父母之所以去调查你，是因为心疼儿子，对吧？怕你欺负他，对吧？对。这是3点事实吧？那了解了这是3点不可改变的事实，可不可以谅解？可以。可以谅解。那我再问第4点，他的妈妈和他的小姨因为心疼他爸他受欺负，所以才打听你。那你能不能心疼一下自己的男人？可以。那么心疼自己的男人的唯一方式，不是毫无教养的动不动就插嘴，而是有技巧的逐个击破。我要是你，先把小姨攻克下来，先把小姨给哄圆了，2个人在一起争取了舆论基础之后，妈妈就不再是问题。所以要逐个击破，要学会做人。将来到了那个家庭当中去了之后，做人的这门功课还长远着。我几乎也可以断定，其实你家里的父母应该比较善良，所以什么都要你自己来抗争，所以你的性格会比较强势一些。这有的时候都是人性的规律。那我问一下男生，你说你不能跟你父母抗争，因为你也孝顺他们，但是你至少可以跟你妈妈说句这样的话：我爱你，我也爱我的女朋友。你疼她就是疼我，你至少可以把这个立场给表明了，对吧？我不要求你跟父母去吵去闹，你这个立场可以表明。你不要让你的女朋友永远感觉到是她一个人在战斗，你要让她永远感觉到是2个人在战斗。你说呢？你呢？既然你有强势的一面，就把你的聪明才智发挥到极致。下面第1步，先把爸爸搞定过来；第2步，把小姨弄过来。接下来，对于他妈妈来说，就不战而屈人之兵了，好吧？就这样。谢谢老师。有一个初衷和本意，你问的挺好的。你说到底是几个人在谈恋爱？你要自己真觉得那么委屈，那么不好，干嘛要强求？男生其实也是一样的，喜欢他爱他，就拿出一些像样的东西来。想清楚吧，剩下的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姑娘，这么长时间了，你知道我对你的意思，能不能陪我一起扛下来？我想，但是如果你妈和你小姨还这样的话，
我感觉我以后会很累很累的，我真应该好好想想。一点机会没有。让我再想一想吧。我们在这个现场有一次求助的机会，你们谁用这个机会？我用。好，来选择一下用什么？看一下。现场观众嘛。求助现场观众什么？像老师说的也是，没用的男人。所以说我希望谁能给我个主意。来，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他们俩往前走吗？看好选赞成，不看好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42.1%的观众是看好的，还有57.89%的观众是不看好的，很接近。我帮你问问，看好吗？我觉得他俩可能不适合在一起。那就是不看好呗。对。为什么？我就不评价了，我就给这个姑娘点意见。第一啊，就是他们调查你，还不如你直接跟他们家里把话说清楚了。第二点就是不要嫁进他们家门里。出去自己买房子或者是租房子再结婚，然后第三就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男的如果真的爱你的话，你再和他在一起；如果不是的话，千万不要和他在一起。啊，来，女朋友。我选的是反对，因为我觉得他小姨太厉害了。哦，供参考啊。两位换箱子吧。请回。来，请关门。只有24岁的这两个人，在一场恋爱面前被搞得我看有点体无完肤啊。最后他们自己的选择到底是什么？5、4、3、2、1。精彩节目稍后继续，马上开始。5、4、3、2、1，请开门。当时离婚的时候就是我一时冲动，但是我还是爱着他的。除了他，我这辈子再也不想和别人结婚了。但是我们的家人，尤其是我妈，真的觉得没法跟这样的儿媳妇相处。我觉得在一起就应该彼此包容。我一直在包容他和他的家，他们家却不能包容我。他嘴上说包容，但是行动上却做不到。我希望他再想想过去美好的日子，别再一意孤行了。这个有一段曾经的过往，确切的说嘛，曾经的夫妻嘛。今天他们的情感在离异之后又出现在一个岔口上，掌声请出这一对，掌声有请。男嘉宾小刘36岁，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工人；女嘉宾小李34岁，同样来自黑龙江，是一名出纳。来，有请两位。愿意在这个现场公布箱子里的秘密吗？可以。我愿意。今天应该是女生的要求是吧？对。来这儿的目的是？想和他复婚。复婚啊？离婚多久了？半年。谁提出来的？我。他一天挑三拣四的，对我家人也不好，跟他相处也没啥意思。有孩子吗？打了。不，那离了干嘛还非要在一起呢？我觉得我俩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就因为他妈养那条小狗。不，他妈养一条狗怎么会让你们离婚呢？因为我不喜欢这条狗，我比较干净。啊。你说说怎么了？他们家那条狗怎么招你了？什么？他就容不下我妈养的那条狗啊。他有洁癖，就说我家那个狗老那个惹他了，啊，对老太太也不好，所以说跟他就没有啥意思。你们婚后是跟父母住在一起？没住到一起。又不住在一起，那狗碍你什么事儿了？是这样的，他总不在家，我两家离不近嘛。
他那意思，他妈那意思就是说的，没事儿，我工作忙，回去他给我做点饭，就总让我回去吃去。我说我不回去，他说的他母亲年龄太大了，就回去替他照照他母亲，也就替他尽一份孝心。我说行，行，但是他妈养那条狗，我每次回去吃饭嘛，他妈也不把这狗拴上。每次我去的时候吧，这狗都是在我身前转来转去的。你怕狗吗？我特别反感狗身上掉那小毛。哦，那你跟他母亲说了吗？说过了，但是他始终不把这狗送走，也不给它放在笼子里。那你就说谁家的小动物它不掉毛？上我家吃饭掉2根毛，然后掉到身上了，然后他就吃不下去回家了。不是，就这么点事儿就能闹，至于闹到离婚吗？其实我感觉他和他家人吧，一直都把那狗放在第一位，从来就没替我考虑过。不就是你吃饭的时候那狗没有拴着吗？还有什么呀？我在上面吃饭，他在下面窜来窜去的，我怎么吃？回去我想想都想吐。啊，你想吐什么？就是掉你身上几根狗毛，哪个狗不掉毛啊？你还自己身上还得掉几根头发呢？狗围着你转，那不证明我家狗喜欢你吗？太喜欢我了！你说那次我下班回家吧，一开门呢，这狗对我特别热情，在我身前转来转去的，结果给我腿还划伤了，用它牙。什么？那大夏天我去打狂犬疫苗。什么给你腿划伤了？他根本就没说实话，他怕那个狗整他身上狗毛，然后他拿棍子打人那狗。那你说谁家狗挨揍他不咬他？你拿棍子打别人家狗，你看看试试啊？你看看他咬不咬你啊？我打完疫苗，我一直都担心，都睡不好觉，我就怕后遗症什么的。后来吧，我就跟他说了，我说的以后我不上你家去了，或者是少去2次也行。他还不愿意。完然后吧，他妈吧也不是在家，你说自己找点事干得了呗，没事好好做饭，让他往回送，还给你送过去。是啊，不挺好吗？对你好什么呀？你说他妈在家，你说给狗喂这个，弄这个弄那么的，那一身浑身上下肯定都有狗毛啊。他做饭的时候怎么可能掉不进去？掉进去多脏啊！人我妈给你送饭，你说是不是对你好？你一天挑3拣4的，然后还整个我妈没事闲，我妈没事闲的遛弯去多好啊。何必给你做饭呢？再说老太太做饭之前她不洗手啊，你怎么就说那饭里面有狗毛呢？上次我爸还从外地特意买的牛肉，然后回过头来，他让我把牛肉给送回家去。老头老太太是不是对你好？是他一片孝心，但你想啊，他拿回来那牛肉往那厨房里一放，往厨房里一放，那狗闻到又闻，它能不过去闻吗？扒什么的呀？哦。就你还是觉得老头牛肉不带外包装的，有狗毛不可能的事儿，根本就不可能的事儿。啊，咱们就别说这条狗了吧，也老冤枉。那也行，你这回就完事儿了之后吧，我说的那个我不上他家去了吧，完他妈家又整一出，那没事我给你俩工作忙，我给你打扫卫生吧。他这一打扫可倒好啊，我什么东西都找不到。我是咋呢？我把1年4季又都分开了，放整整齐齐的，放在那嘎达。我想穿的时候啊，到那嘎就拿；我想用的时候，到那嘎就拿。他这一归拢完，我什么都找不到。你说老太太给你收拾衣服，她不领情，可倒好，还说3道4的，你说还埋怨这埋怨那。那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不用你妈去收拾，我有时间我自己会收拾。不是，这确实。再说了，你妈去的时候连声都不打招呼，直接开门就进去了。就是你说我回去的时候，我一看东西找不着了，我还以为小偷拿走了呢。啊，我妈收拾屋子，我妈收拾完屋子，你还当小偷来？我妈还得偷你点东西呗，意思啊？那他不吱声，我知是小偷偷的，还是他拿走的呀？那你说是不是为你好？老太太上给你收拾屋子，是不是怕你累着？你说你如果自己收拾屋子，他怎么为我好？你说我那次工作，我为了不加班，我回家了，回家把文件放在家里。第2天早上我走的时候比较匆急哈，完到公司一看文件没在手里，我说回去取去吧。结果回去取怎么都翻不着了，害得我中午都没吃饭，我就加班有一个文件重新写的。等到我晚上回家一找，他妈说给扔垃圾桶了，以为没用呢。那你说这就这样式的话，那你那些破玩意儿你烂撇，你找谁？你不能收拾放柜子里啊！那你就别让他去收拾去了吧。你说那玩意儿老太太是不是怕你累着？完你一天还挑3拣4的。好。你说，别说了，我有点听不下去了啊！就听到这儿，我有点听不下去了。刚才用那孝敬那词用的挺好的，老太太就对你们太孝敬了，对你们俩太孝敬了，惹的事儿。这老太太多不开眼呀！你说说，招你们俩干嘛呀？孩子为什么没有啊？就是说要这儿媳妇干啥？最重要的不是这件事，就是最重要的是啥呢？他跟我说，他说的，如果你怀孕了，我就让我妈把狗送走。我说行，
过不多长时间呢，我怀孕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去跟你妈说，把那狗送走。他跟他妈去说了，也不知道怎么说的，他妈这一拖再拖，今天拖明天，明天拖后天的。那你说那条狗跟我妈6年了，那老太太对狗能没有一点感情吗？你说送走就送走啊，你嫁过来我们就得听你的。你到我家来了，你是不是得听听我们的意见呢？也得为我考虑考虑啊。孩子后来呢？后来这家我能待了吗？就这样，我只能回娘家。其实我工作单位离他妈家特别近，走10多分钟就到，离我娘家比较远。我天天得坐公交车，还倒车，这样来回奔波劳碌吧，可能也休息不好，是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就把孩子就流产了。流产以后吧，他根本就没替我考虑，还说呢这责任都在我身上。孩子在你肚里面流产了，是不是你的事儿？哎呦，离婚谁的主意？我的。你为什么同意离婚啊？当时我也是在气头上，因为我刚流产，他又说的都是我的责任，说他家一点责任没有，完然后他又提出离婚，当时我挺生气的，立马我就答应了。那为什么又想复婚呢？离婚以后吧，我就总是，就是工作期间不忙的时候，就总能想起我俩以前在一起开心的事情。所以我想复婚。其实我俩也没别的什么大毛病，就是因为他妈养那条小狗。其实他如果说动动脑筋，想尽办法给它处理掉，应该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哎，你想复婚吗？我不想。你娶她的时候，你爱她吗？我娶的时候当然了。啊，爱她什么？我没有发现她是这样的。如果早发现这样有这样儿媳妇，谁家能要啊？你是不是经常出差不在家？对呀。你希望她能去照顾你父母是吧？对。他不仅没把你父母照顾好，还给你父母生了不少气，添麻烦，然后一天还挑3拣4。他说：“那你也听着了，那我妈是该你的还是欠你的？还得给你做饭，然后还得给你收拾屋子。”其实我也特别好奇这个问题，既然嫌婆婆那儿做的不好，或者你说的不干净，为什么不是你做给他们呢？矛盾不就解决了吗？我下班比较晚，然后每次吧没等我做，人他妈都把饭做好了，你不去吧，他也不愿意。明白了。这个矛盾真的是因狗而起吗？我看并不是。狗只是一个说辞，背后到底是什么呢？听听老师们的分析，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这女孩，我很好奇啊，就是婆婆给你收拾屋子，然后给你做饭，这些你都没说，你就看见那几根狗毛了。所有的你的表达当中，就是哎呀，弄我裤子上、袜子上几根狗毛。我就在想，姑娘，如果这个时候你在厨房做饭，那个狗在客厅里就不会绕着你的裤腿转了。我害怕它，我根本撵不走它。我妈妈也养狗，我们家有3条小狗。如果你要是跟我妈妈交流的这个好的话，说哎呦我怕那个狗，我妈立马就给它关起来。然后关在笼子里，或者我直接给你关厕所里。关起来的时候，他都说没事儿，你不用害怕，它不咬人。姑娘，我不知道你每次是不是都带有那种特别嫌弃的那种语气来跟你的这个前夫，乃至于你前夫家里的人去沟通啊。我特别理解那老太太，老太太一定能感觉到这儿媳妇挺嫌弃我的，嫌弃我的小狗，然后可能儿子常年不在身边，照顾她少。他为了讨好你，不断的去给你收拾这收拾那，给你做饭。如果他真想看着你，真的对你特别不满意的话，一个老太太没有必要天天上赶着伺候你。公公出差去外地，还给你买什么牛肉？您说刚才用了一个词儿叫孝敬。你想想，这一家子人都用孝敬的方式来讨好你了，咱应该用一种平等的状态去跟人家去交流。就起码你说声谢谢，不至于让这个老太太觉得自己那么被嫌弃。所以我特别理解这先生，就是为什么到现在坚持不愿意跟你复婚啊。你在求别人的时候，希望别人能满足你的愿望的时候，咱起码给个好脸儿，这是最起码的一种礼貌。男生也是一样的，你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不作为。我脑子里是孝敬的，我不在身边，让我的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怎么办？派我媳妇儿去替我孝敬他。而你媳妇儿这种状态，你觉得她能做到吗？你想让他们处成什么亲如母女，我认为是绝对不可能做到的事儿。即便那条小狗走了离开了以后再也没有小狗了，还是做不到，因为他的性格就决定了。
你要想孝敬，就体现在你的行动上，别老派别人去。于老师，我先问两位一个确定的问题：如果狗被送走了，你会愿意复婚，对吗？对。如果他不介意狗了，他愿意和你复婚，你同意吗？可以。这个问题完之后，你们这个年龄的人不觉得这个问题用这个视角来看，就太过于简单了吗？我感觉他有点太小孩了，太任性。其实如果说到小孩的话，借着你这句话，两个人如果把问题看成是狗的问题，你们俩才叫小孩。我来说说吧，因为你不喜欢狗毛，导致你去娘家，然后路途遥远，孩子没了。对。这个对你来讲痛不痛？痛。肯定很痛。作为一个女人，一定会痛。那在心理上，就埋下了这样一个潜意识：这个狗毛我不喜欢，我只是爱干净。但现在因为孩子因为这个事情的牵涉反应，最终上升到了生命层次，所以狗毛这个问题对你而言的话，就变得更加的严重，是这样吗？所以，未来能不能复婚或者能不能过好日子，都和这有关系。你把这个问题给放大化了。关于狗毛这件事情，对你来讲，在内心里埋藏着一种深痛，所以你希望通过这样的抗争，来去换取你原来那份伤痛和一种补偿。洁癖和强迫症不太一样，但都有一个特征叫强迫性人格，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要有规则、有标准、有计划。那么任何人只要动了你的标准、碰了你的计划或打乱了你的计划，你都会觉得特别不舒服，对吗？是。洁癖的人，过于追求完美主义的人，多少会偏自我，太看重自己的规则，这样的话就容易忽略了别人的规则，或者不兼容别人的规则。你的个性我可以理解，我说这么多呢，也希望你能够理解，他就是这样的个性，他不是故意刁难，他自己只有这样觉得才舒服一点。当然，我也希望你能够在生活当中慢慢学会来去接纳别人的标准。在这之前，我让他去跟他妈说过，说的我的房间我就希望不用他妈去打扫，但是他妈还是去。妈妈为什么一定要去打扫卫生呢？为什么要给你做饭呢？你知道问题是什么吗？经常出来吧，经常不在家吧，你的老人是觉得你不在家，你的老婆没人照顾，所以在弥补一个老公不在家和脱岗职位的一个补充。所以你妈妈是挺伟大的，但是也同时说明了你在哪里，你脱岗了，你既没有尽到儿子的职责，也没有尽到当丈夫的职责，所以这样就导致问题的出现。孩子没了，难受，但是一句话就体现出你的本质，还是他的责任。你又去哪了？你可以出差工作，但是你的心没在那儿。让两个女人面对面天天朝夕相处，那能没矛盾吗？所以说你的一点私心可能酿成了大祸。所以该上岗的要上岗，该介入的要介入，把男人那份担当，作为儿子、作为丈夫的担当做起来。要不然的话，你的媳妇为难，你的父母也为难，那条狗更为难。我是一个对狗毛严重过敏的人，但我们家有一条狗，当它进入我们家的第一天开始，我觉得我再打喷嚏，我再难受，我每天吸那个它的毛，但是我对这个狗我是有一种责任的，因为它到我们家来了。这不是说单纯一个狗的问题，你明白吗？这是一种责任。如果你真爱它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可以克服的。这一期的节目好像可以叫成是婆婆、媳妇儿与狗。这狗毛要是觉得它满天飞，给把它剃了，那觉得它嘴脏，可以天天替它刷牙，怎么就容不下一条狗呢？我就特别不明白这一点。我活到今年38岁年纪，2015年又长了1岁啊！无论天气有多热，我身上绝对不起痱子。为什么？这里面有个故事。我在1岁那年的时候，整个夏天都喝蛇汤。小的时候，大家伙住的是那种木板房，我们家住楼上。说的是他，应该对你也有启发。好了，接下来时间留给你们自己，一起进入柔顺拉芳黄金60秒。其实他如果改掉小孩子这，我们现场有3种帮助的方式：第一种求助现场的观众，第2种倾听第三方的声音，第3种再一次的求助爱情导师。你的选择是？
我选现场观众吧。来求助现场观众。好了，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你们看好他们吗？看好选赞成，不看好请选择反对。来，各位请选择。现场22.73%的观众看好，我们听听大家什么意见？看好吗？我投的是赞成票，觉得如果两个人能在一起，就是一种非常不容易，应该互相包容吧。我不看好。原因？我觉得他们根本就不够相爱啊。因为他说那个什么孩子都不是，我觉得他没有责任。好，谢谢啊。道理何去何从？能不能把自己身上的点自私抽去，好好的再重新开始？那是你们自己的选择，请交还你们的箱子。来。谢谢两位，请回。来，请关门。一起来数5个数：5、4、3、2、1。精彩节目稍。5、4、3、2、1，请开门。哟，这是个奇迹呀！来。没秘密啊，空箱子，也挺绝的。男生说你自己想吧。觉得啊，就有一种英勇就义的感觉。女生说你是我第一个爱人，也是我最后一个爱人，我不能没有你。就看这个就行了。其实还是挺喜欢的。来，请你面对我们的大屏幕。成功复合的情侣将获得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提供的价值500到3000元不等的旅游代金券。你们自己来喊开始和停。开始。停。接下来我们请出我们的小花童，有请小花童。我们的幸福之门打开了，选择幸福，选择亚赛河来盼盼。盼盼到家，安居乐业。接下来，让我们见证属于他们的浪漫时刻吧。咱俩回家吧，行不行啊？行不行？其实对于他们来说，生活的路还很长，希望他们好好的珍惜生活吧，珍惜又一次生活给予他们的缘分和机会。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老图有话说。甜甜圈的网友叫偶点有一个提问啊，这应该是个女网友，我看了一下，她说我25岁了，到了该结婚的年龄，但是找的对象家人老是看不上，家人介绍的我又看不上，最近谈了个朋友，就因为我告诉家人他没房子，工作也不好，父母听了又反对，我也不敢把他介绍给父母，心里很纠结，想和他谈谈，又担心父母伤心。请问涂老师，我该怎么办？精彩节目稍后继续。你的家人看得上看不上和你看得上看不上，貌似是婚姻的双重标准，但其实婚姻只有一种标准，那就是你自己的幸福。你自己的幸福，你自己做主。我们的节目是由休闲旅游领导者途牛旅游网特约播出的。休闲旅游找途牛，下载途牛 APP， 手机预订更便宜。本节目由拉芳柔顺洗发露特别赞助，在这里要感谢拉芳柔顺洗发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下期节目再见，谢谢大家。传递生活正能量。